其实呢，我们如果来看到国际间国际间很难得，今天又看到台湾了。这个时候呢，不知道民进党有没有大声一点讲？为什么？因为现在讲的是谁？讲的是乌克兰，这个是前乌克兰总统顾问。他提到台湾，但是呢，他是在说台湾为什么要分我们的东西？听听原话。Мы слышим, что часть средств, которые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ы Украине, собираются переправить на Тайвань. Рассматривают. Да. А ведь Тайвань, прям, скажем так, далек от прям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асности, в которой пребываем мы. Да и Тайвань, в принципе,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Украиной, очень богатое и состоятель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Он сам себе может много купить, без всякой помощи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Просто купить. 好，他其实在讲的是什么？他其实在讲的是为什么拜登政府要把原本要给我们的这一些援助资金要分给台湾，他非常的不开心，说台湾是已经有钱独立的国家，可以自己买啊，要武器为什么要分我们的资源？好，其实现在在乌克兰俄乌战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到现在为止，大家一直在听乌克兰是不是要绝地大反攻？从几月开始？从5月开始听到了。春季大反攻之后呢，到这个夏季大反攻，一直以来听到乌克兰泽伦斯基的喊话就是，西方的战机送到了没有啊？我们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取得突破啊！甚至还在6月中的时候呢，听到说，他们已经取得了首批战果，解放了3座村镇。好，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大实话是什么？是西方的外交高官讲的，说基本上到目前为止，就是连俄军的第1道防线都没破。所以呢，让西方官员对于整个战局已经开始感到悲观了，甚至呢还有人说，直接呛他是还没学会走就要飞，只会要武器。基本上现在在美国国内来看到这个民调，就是 CNN 的一个民调，他讲了51%的民众认为美国已经做得够多了，不应该再继续来援助乌克兰，甚至就连欧盟最近也传出这样一个讯息了，他们说其实给乌克兰安全保障这么一件事情是不属于我们的职权范围。好像大家都开始有点在推了哦，这战争到目前为止已经开始有个转折点了吗？其实讲到了俄乌战，为什么在俄罗斯这一边，它的第1道防线这么难破？其实历史摊开来看，俄罗斯真的很会打防守战啦，包括什么？包括现在传出他们有3防线，这里头呢就像这样子，会有一个巨型的壕沟，然后呢是迷宫式的壕沟网，这里头还会有大量的地雷，要阻止乌军的推进。而且呢，过往当中举了几个例子，包括了列宁格勒围战，包括了莫斯科保卫战。当时呢，一个打了872天，另一个呢是什么？是让希特勒的闪电战战无不胜的神话破灭。所以你就知道，俄罗斯在这个作战的战术上面，基本上是真的很会守的这一件事情。历史上面有所见证。但是除了俄乌战之外，现在呢，在美国这边，他们头更痛的可能是什么？是间谍战，因为现在传出了说美国海军士兵呢竟然泄密给中国，而且他妈妈还知道，还鼓励他说：“你应该要配合中国的这个情报官员。”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有可能你日后就可以在中国政府谋得一官半职。但是这个内容情节会让大家打个问号，因为呢，这个中国情报官员是怎么跟这位海军士兵讲的？跟他讲说呢，你去买一台电脑、一个手机，传送资讯，然后你花什么钱呢？收据传过来，我们就会付钱给你。跟我们认知当中这种情报系统很绵密的内容系统不太一样。然后呢，前几天也看到了，发现日本呢现在是不是真的被共军他们给情报骇客害进去了？现在日本是直接否定了 Washington Post 的这个报道，甚至还怎么讲？还说呢，我们完全没有这个网络攻击泄露的状况。直接讲这个就是假新闻，是这个意思吗？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大动作的反应，甚至直接抨击？好，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共同社的报道说，中方是有跟日本讲啦，你们这个岸田不是一直很希望说能够有所谓领袖会谈吗？现在呢，已经考虑9月的时候要举行日中的领袖会谈。好，可是
就在这个时间点，大家也要问啊，那9月之前，他8月22不是要先去参加美日韩的首脑会谈，要去大卫营吗？那这一来一往，会不会影响到日中的发展？所以现在日本他们也很小心，毕竟什么？毕竟在今天最新，日本已经宣布要恢复日本还有南韩的旅行团。过往呢，在疫情恢复之后，日本很希望大量的陆客可以去帮忙他们刺激消费，好，结果呢一直等不到，终于现在看起来日本这边呢，很开心，是不是？这先前的这些工作有所回报，大陆这边已经恢复了日本的旅行团禁令了。那接下来日中关系又会如何发展？回过头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好像乌克兰呢是直接的讲说，为什么美国要把我们给我们的钱分给台湾？他觉得不公平。这个是这样啦，因为拜登总统是用那个 PDA 嘛，就是总统的拨款的特权啊，那可以不经过国会，就把库存的武器做这个他认为比较重要的盟友或者有战争危急的地方啦。那台湾这一次就拿到了3.45亿美元嘛，对不对？那对不起啊，这个是乌克兰的账户。我时常看《金融时报》，我也吓一跳，因为《金融时报》就直接写说是从乌克兰账户挪用。因为美国本来这一类的东西就已经很久没用了，因为台湾1978年之后就已经不再军援了嘛，台湾就都是军购嘛，他就认为你已经有钱了嘛，这是合理的。那除非是说他觉得你的战争有一定的风险，那弹药或者其他武器补给不足啦，或者用正常的军购排队，他认为会拖太久。事实上，我们最近有看到整理嘛，我们的军购有一大堆都被延后了啊。对，所以拜登就可能就想要把一些东西先早一点给你这样了。那乌克兰就不高兴了嘛，因为美国对乌克兰坦白说已经给了43次用 PDA 总统拨款特权这种方式。那据了解，大概已经超过300亿美元了啦啊。那乌克兰当然就会担心啊，这样我们以后武器会变少，这个就很无奈了。这个坦白讲，他要去跟美国讲啊，跟我们讲也没用啊，我们也是被动的啊。那至于美国给什么，我们也很难智慧啊。他这个制度就是这样啊。对啊。那另外你刚刚讲那个俄罗斯那个3防线啊，事实上早就有人提过了，说俄罗斯在顿巴斯沿线大概1000多公里做了防御工事，几个月之内才完工的。那这个就表明俄罗斯并没有要在顿巴斯那2个邦撤退嘛，就是要常驻了啦，所以才会盖这个东西嘛。那据了解，就是有一层是地雷啦，一层是壕沟啦，然后还有什么阵地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乌克兰都几乎反攻都没有从那边嘛，就非常困难。所以你看到的都是在核电厂周边嘛，或者赫尔松，后来你就看到乌克兰干脆去炸克里米亚大桥啦，或者跑到莫斯科用无人机啦，所以就进展非常的缓慢啊。那这个当然让西方感到忧虑了，就说你一说要大反攻啊，到现在都没有看到进度啊，这个就是一个困局啦，确实如此啦。所以你说俄罗斯是不是特别擅长这个？俄罗斯就是擅长消耗战啊，跟你撑很久的消耗战。因为他地广人稀啊，他就长期以来都常常这样打，就这样。是好，但是呢，我们要请教一下司令了哈，原因是您怎么样来看？像美国海军士兵泄密给中国这件事情，你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对，我们知道这个双方都有谍报人员，就跟我们知道，在去年11月的时候，美国的我们叫做美国空军大学啊，就是阿拉巴马州的，他有出版了一个他的就是中国航太研究所出版的刊物，就把中国的火箭军分析得非常清楚。就是说他也吸收到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些谍报人员，同样的，中国大陆也要吸收美国的这一方。美国大家知道，在全世界都有布局，中国也要在这方面来着手啊，才能够了解到美国内部它军事里面的这些所有的状况，这如何啊都有。其实我们台湾以前张献义事件不是吗？就这么走，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就出境了，我们根本都不知道。结果我们自己的核武的研发后来失败了，因为美国知道整个来龙去脉之后，把我们中科院的整个
核子反应堆、核子反应炉整个封掉，变成这个状况。那现在目前的话，我们知道乌克兰战争，我们现在讲到乌克兰战争呢，它现在反攻，春季大反，现在下一代反攻，我认为中错。当然，俄罗斯在这个龙牙防线布置的不错，有地雷，有这些很大的巨马，这个坦克没办法过去，也包括战壕，也包括这个网状化的这种壕沟，让这些部队上没办法前进。但是我认为乌克兰现在面临4大困境。第一大困境，我们知道乌克兰没有空中武力，它F-16没有到位啊，施救战机也没有到位啊。你看它没有空中武力，它就野战防空的力量，换句话，它的这个空中的攻击力道是没有的，造成它要反攻气势是有限的。第二，乌克兰已经10次征兵了，它一次要征兵10万人，10次征兵，换句话，你兵役一再征兵，到最后都没有了。你这个不是单进人员，你人也没有了嘛，江郎才尽了嘛，变成这个状况。你经过10次征兵，我们知道它的战号是多大。你如果战号大，你才会不断的征兵嘛。第三个，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西方国家的支持乌克兰的惰性出来了。你看它有一些这个武器装备没有办法立刻到位，外交上面的支持、军援上面的支持、武器装备的支持都是有限的，惰性出来了。惰性出来之后，乌克兰在这方面，它后面本来很多人挺它，而且很有力道，现在减弱了。你说乌克兰他会怎么去想？他当然攻势受挫。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乌克兰本来的时候上战场的这些新兵训练3个月，到英国到德国训练3个月，现在只训练3个礼拜，1个月不到，你直接训练3个礼拜你就要上阵。那个战场的那些所有的作战的技巧，这些作战的这些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这个战斗兵，可能都会有一点点问题。3个礼拜仓促成军送上火线，他能够发挥多大的战力，我们可想而知。因为这个仓促成军不足以形成战力，所以我认为乌克兰面临这4大困境造成他的反攻攻势受挫是有它的原因的。其实我们在讲在这个骇客战的这个部分来请教董哥因为日本现在严正的否认，直接其实这个讲法就是说 Washington Post 你这个报道我们是今天啦否定他的报道。那日中之间现在看起来是不是真的有春暖花开，开始回温一点点？毕竟日本今天宣布要恢复日本旅行团，你怎么看？因为你要知道现在全世界都在陪美国在打选战，那美国的选战，其实它会释出很多消息，这消息针对的是中国大陆，所以说中国大陆窃取机密，这个其实是一个兵而已职位非常低然后讲的东西很不入流的手法，你买一台电脑把它拍上去传上去，这个一点都不像间谍，但是媒体报道以后那你就可以看到美国的那种反中的那个情绪就会高涨起来，对选票有帮助。最近有一个中国人被3个黑人的少年殴打在美国成为一个新闻，无缘无故，为什么？因为仇中嘛那个氛围就出来了。那华盛顿邮报说日本可能被那个窃取机密，所以美国给日本的那些高级的武器可能会被中国大陆窃取，其实也是制造这样的氛围。那这样氛围在选举里面是有效的。今天《自由时报》的头版你看说台湾有一个党叫共和党，我们知道美国民主党跟共和党，台湾有个党叫共和党，共和党的党主席叫周克奇，说中国大陆22万，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动员选台北市长，台北市长7年选完，有个共和党的市长候选人，我相信大概没有一个朋友知道吧？因为当选是蒋万安。没当选就是黄珊珊跟那个陈时中啊，大家想说，共和党有出来选台北市长，有，也拿了22万，这些中国共产党好笨他对台湾一点都不了解就是说还会拿钱给这些人，然后这些人去服而且他们还去造势什么，我想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氛围？我告诉你，这个就跟美国的氛围一样，我们中华民国这里也在选总统，我们4年前。蔡英文怎么选赢的？因为有反送中的背景，有王立强的事件，对不对？我们知道，共产党花钱在台湾买票你看帮国民党帮蓝营选，要打败民进党这个氛围要出来了。美国同样的情况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其实多数都是无中生有，或者以小做大，或者断章取义。他们就在玩这个，所以各位朋友，你看这些东西，我告诉你，这个都是选举对不对？这选举突然检察官说，我们办了这个案子，周克奇收了22万，派人出来选台北市长，企图对民进党怎么样？
我讲这新闻大概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会相信，说有一个叫共和党的党，台湾根本没有人知道有个党叫共和党吧？所以看这些东西都知道，就是选举了。是，好，讲到选举哈，拜登要选举嘛，对不对？现在呢，上新闻讲什么？讲说我们要削弱中俄的影响力。他其实呢已经2次了，在他自己选举的场合、竞选场合告诉大家，我很快就要前往越南，因为越南想要改变我们的关系，甚至还说我直接接到了阮富仲，也就是越共领导人的电话。好。可是路透社的讲法是什么？是真的这么好吗？下个月要东协峰会了，拜登可能不会出席。我们就不禁想到了上一次的东协峰会，那个时候呢，他还特地有没有把大家通通找来华府？结果呢，给人家1.5亿美元，要他们10个国家分。后来，还是越南总理范明正他就生气了。先来看当时的画面。rõ ràng xong phận với em sợ yếu nói ngay đoạn mà cậu với một cậu ý tôi nói là nhưng mà tôi không thể tin ngay hai bên ông chưa tin cậy tao tin được chuyện lớn được không mình thì nói thêm với là nhưng nó dài dòng như kể cả tôi với ông ngày xưa thế mãi tìm được tiếng nói chung nhưng mà thôi không lắm vấn đề 好，当时这一段影片呢，让很多人讲说，哎呦，真的拜登人家跟你很好吗？其实呢，要跟中跟俄来做这个相较之下，必须讲在东南亚这一块，王毅呢今天出发，先访问新加坡之后，还要转去马来西亚，还有柬埔寨，讲的当然就是“一带一路”之间的合作，讲的都是投资。可是接下来这个国家就讲了，我们要考虑不要中国投资谁？菲律宾。好，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呢，在他们的这个马德雷山号，也就是呢，现在在仁爱礁，到底船拖不拖，或者是说呢，双方之间的对峙有没有真的太超过这件事情？菲律宾呢，他们非常在意。美国直接跟你讲啦，我们有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我支持你，我挺你。好，但是呢，菲律宾的讲法是什么？是说，其实呢，我们可以用经济方面，我们不用一定要靠着中国。中国呢，则是直接讲了，不是嘛？你的船在这边已经24年，是不是该拖走了呢？好，现在呢，其实他有在讲啦。过往呢，他们自己的外长曾经有承诺会把船给拖走，可是呢，现在他们又改口了，说这个呢就叫做永久设施，会一直部署在仁爱礁。同时呢，小马可是也说，我们哪有承诺要移走啊？如果有，那现在我马上废除它。菲律宾内部呢，他们开始有不同的声音出来了，甚至整个东协里头，在下个月的东协峰会之前，是不是真的会有危机四伏呢？最主要就是现在在整个东南亚、菲律宾还有南海行为准则等等的讨论上头，好像还是有人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那真的有办法好好的坐下来，把重点的事情都给谈好、说明白吗？其实呢，在这个月底还有另一个活动，也就是金砖峰会。好，现在澳洲智库讲啦，说现在呢就叫做金砖国家的时代已经来临。最主要这一次会讨论到减少美元的依赖。好，非轮值国南非已经对67个领袖发出邀请，而在这一次呢，大家也说了会讨论如何用本币来交易这么一件事情。一个数字提供给你，人民币呢现在在俄罗斯的外汇交易所占比已经来到了44%，好，已经快要到50%这么样一个数字，跟过往比起来是上升非常多的。那当然呢，就是他们提升的本币交易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如果你要用全球的份额来看，也许差很远，但是这是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回过头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拜登讲越南人很希望跟我们谈，因为他希望削弱中俄的影响，我们要一起跟他们当朋友。这个结果人家去问白宫发言人 John Kirby， 他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对呀，那那个东协的峰会是9月5号到7号，是。那传出拜登不要去，结果你要去越南，这不是很奇怪吗？他为什么要去越南？因为美国知道越南跟菲律宾对南海行为准则是比较有意见的
那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就希望你们两个起来造反嘛，当然是这个用意了啊。不过越南啊，现在不管是范明正总理或阮富仲总书记啊，大概都是罕见的啦。就说这个二战不是二战啦，就是他这个成立政权以来，大概跟中国大陆是最友好的，啊，所以你说，而且越南跟俄罗斯的关系更直接。他的军购都是跟俄罗斯买的，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拜登哪有这种底气来讲这种话了啊？那你能够提供越南什么？上次东协这个峰会你也不去，然后叫人家去美国见你，对，那大家不是去了吗？那结果他只给10个国家1.5亿美元，就你这个就是完全没有诚意嘛。那贺锦丽在疫情期间去了一趟越南。那结果只带了100万剂的疫苗送给越南，越南人口是9000多万呢，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越南人自己也看在眼里了，就是你到底愿意付出多少来交这个朋友了？我觉得越南人应该看得很清楚了啊。那第二个就是菲律宾一样了，这艘船他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啊。是，那这艘船已经摆在那边24年了，那小马可是讲这个话是很奇怪。你说你要在那个地方成为一个所谓的永久的，我跟你讲，这个船已经破烂到可能要造成海洋污染了。我不知道它如何永久摆在那里了。而且那个船上面只有7个人，啊，这个基本上就是在制造就是中非之间的一个困局啦。可是这个困局，菲律宾也没有什么方法来解决啊。那这个就是要谈嘛，就是仁爱礁你认为是你的，我认为是我的啊，那怎么弄嘛？啊，大概是这种情况。事实上，南海行为准则也大概是要处理这些问题的，因为又不是只有菲律宾有这个状况，还有其他国家嘛啊。那至于说你从这个金砖国这个澳大利亚这个智库就开始吹牛啊，说这个美元霸权就要结束了，这个实在是太吹牛了啦啊！美国的储备货币现在占全世界还有58%，是啊，当然它有可能下降嘛，可是能够下降到50%，大概就最近我看下降到50%就差不多了啦。那其他贸易占80几，外汇占80几，投资也占80几啊，全世界啊，所以你怎么可能是美元霸权就要结束呢？那个结束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呐，你只能够说啊，本币互换开始增加了啦。对，那能源交易可能会用本币互换啊，那就会开始调整贸易的使用美元的比重嘛。啊，可是我认为要降到70%，这个3年内设定70%的目标都算高哦。美元现在占全世界贸易比重还有85左右啊。对，3年就可以到70。哦，这样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对，而且一定要包括能源交易。所以事实上没有那么容易了，因为人民币对全世界发行的并不多了，那境外的人民币比例不到总发行量的5% 啊，大概只有3%。是，所以这个有实际上的困难啊。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说。好，我们刚刚讲到哈，在这一次的东协峰会，到底有没有办法开呢？来请教一下这个司令。然后原因是因为菲律宾现在基本上他们在南海行为准则这一块肯定有意见了，原因就是这个仁爱礁事件，您怎么看？对仁爱礁事件呢，因为他那个坐滩的这个马德雷3号已经24年了，那这样子，他这个最重要是他的运补中共阻挠，中共曾经在那个他的海巡船对他这个菲律宾的巡防舰。那喷那个水柱啊，就是我们讲的水炮，就是我们拿水柱去冲它，因为它对它有运补啊。这2艘的菲律宾的这个巡防舰去掩护这2艘的运补船，总共4艘。那中共当然对它做喷了，做拦截。因为这7个陆战队在上面了，他们也要换，他们5个月换1次班，5个月换人的，那不是说7个人一直在上面，那他还有加小啊，有7小带回去的。
是这个样子。然后，但是换人你船是不是要上去？那这样子，中共就从这边做主脑，因为马德号这个4600吨级的这个中型的这个登陆舰在那边那么久，而且上面呢老鼠、蚊子、苍蝇，那个我们讲的蟑螂啦非常多。他们的食物呢都丢那边啦，你垃圾要运走那食物这样就会有这些老鼠跟蟑螂在那边，而且还要做消毒，而且它里面还漏水，漏水的时候就决绝就是产生蚊子，因为它久了嘛，那个都已经年久失修了，那要把这些修缮的这些东西也要运上去，食物要运上去，医疗用品消毒要运上去，这个建材就是焊接的要运上去，你这些是不是要大费周章？中国就给你拦截。让你到时候受不了之后知难而退。但我认为菲律宾他有办法，因为上一次的时候雷根号在那边做演习的掩护他们，也一副的部分上去运补成功，所以他上面帮火山介入的意思，美国帮忙掩护你，然后让这个菲律宾的运补船有上去，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要认为这个仁爱礁的问题这个一时两刻没办法解决，所以用硬的话就是把这个人统统架走，船应该拖走。但是这问题是1951年。美国跟菲律宾就有共同防御条约签的，到现在为止是有效的。一方受到这个侵略或攻击视同，因为自己这一方也受到了攻击，是有这个方面的状况。因为我们看了越南，越南最近虽然是拜登要到越南去访问，但是因为越南跟美国的贸易关系增加了，去年960亿美元嘛，双方的贸易，但是中共跟越南的贸易是2300亿，中共跟越南，所以越南曾经讲了，它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外交关系是超过美国，因为为什么？它跟它在地缘上那么相近，然后在这个贸易上也那么大量，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拜登想要在越南发挥他外交上的影响力是会有，但是它是有相当程度的限制，因为在地缘上、在外交上、在历史上的这些纠结，一时两刻美国想要插足介入，它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是，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我们要请董哥帮我们总结。好，节目最后我们要请董哥帮我们总结。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挑动乌克兰去跟俄国做了这场战争以后，他现在很多触角就是在亚洲嘛。那亚洲东北亚就日本跟韩国听他的，不但在武力上听他的，连经验都跟美国打成一片要来对付中国大陆。他比较难突破，其实就是东协这里。那我们叫东协啦，中国大陆叫东盟，东南亚协约国家的这个联盟。那其实中国大陆的着力非常深，深到什么地步？他在还没有加入，在很早之前，他在广西的南宁，他就做了一个东协的总部，就好像北约在那个做那个，对不对？就在比利时那边做总部一样，他就提供土地。那他现在的“一带一路”就是说我们知道广西跟东南亚这些国家过去是靠铁路嘛，他现在“一带一路”，他帮你盖铁路。所以这些东西将来是连成一块的，那这个你就是大家互相生活有依赖以后你就别的国家要来就很难突破。所以越南为什么他跟中国大陆的生意越来越让，因为他是陆地过去就可以做生意啊，他看不起美国，为什么？因为美国都被他打败过啊，对不对？最近北韩也在庆祝70周年，因为美国被他们打败过，他敲锣打鼓所以美国很喜欢到处去打仗，可是他并不一定大家想象中那么厉害。你只要跟他拖长久一点，他就输了，因为没有那个耐性嘛。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我们先来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老师。大家平安。好，再要来介绍的是我们的这个将军，退役空军中将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窦志深。是各位朋友，大家好。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这个柯文哲，很多人讲说，这龟刚可以逮4天了耶，没有看到人，好奇怪哦。好，民进党在酸说什么？是不是忙着见牛鬼蛇神？好，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其实呢也让大家想到原来民进党这么需要柯文哲为什么？因为先前呢打他，感觉这个物化的这个部分呢，物化女性这件事情，好像打得还蛮顺手的，包括了他们之前呢在他们这个聚会上头穿空姐
的事件呢，现在呢，这个黄越绥也特地跳出来了，说呢这个态度是很傲慢的，甚至还说必须要为娱乐物化空姐职业的歧视行为公开道歉等等等。好，这一些东西，现在人如果没出来，那可能播不上新闻版面，那打的就没有着力点。那柯文哲在忙什么呢？今天一个新闻呢，发现了说原来呢他开始在盘整一下他们的立委选情。现在民众党南北呢说各招了2名女将，要来挑战的是谁？是民进党的连霸立委。好，包括在新北的林淑芬，还有呢在屏东这边的邱意莹。好，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林淑芬大家都知道，基本上呢，她现在在新北这边是很稳的。那另外呢，在高雄这里，邱意莹同样也是稳稳的。这2个人呢，他们派出来，当然有人有选过，有人先前呢，其实他是第一次参选。可是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态势，也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这2个区其实目前国民党都还没有提出人哦，所以他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一个人选，是想要跟国民党这边有机会谈，还是说呢，其实他现在总共拼10席提出的这10个人，其实呢，如果你摊开来一看的话，好像比较不偏蓝的主力区，还是说呢，他希望能够增加跟蓝营小鸡的互动？有人是比较阴谋论的讲法说会不会想要取代蓝营母鸡侯友宜有打上这么样一个问号。而绿营的部分讲话则是比较酸了，他们说，母鸡现在那些小鸡都被老虎给抓光了啦，这是庄瑞雄的讲法。看的当然是昨天郭台铭在屏东的这一场造势，他说他看起来是有声量、有能量，所以呢，现在国民党的小鸡就怕会被老虎给抓走。可是其实真的是这样吗？好，原因是因为现在也看到了，其实小鸡呢，他们还是有持续他们的步调，包括徐巧芯。好，不过徐巧芯最近比较夯的是什么？是他跟黄智贤给杠上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巧芯认为呢，就应该要直接打第1名，但黄智贤呢就觉得说，那你是不是要做民众党的打手，不打柯文哲？2个人在空中这样对骂之后，黄伟哲参战了。先来听听黄伟哲他怎么说。我最近听说，台北市议员徐巧芯跑到黄智贤的脸书上去吵架，可见国民党的立委选情是有点低迷，甚至于小鸡都必须蹭黄智贤的声量，还有要求他的母鸡不要打柯文哲。所以呢，选到现在，好像国民党小鸡快跑光了，侯友宜有点太弱了吧？好，在黄伟哲录了这个影片之后，现在徐巧芯的回应真的很酸他说：“我促成兄妹和解，应列2023好人好事代表。”好，我讲这句话的原因是因为政坛上面大家大概都知道啦，黄伟哲跟黄智贤虽然是兄妹，但是他们其实呢彼此那个牵连挂钩其实好像比较不想要提到对方，而在媒体版面上呢也很少会把他们2个人会愿意站在一起所以呢他就讲了，他是促成兄妹和解的好人好事代表。但是啦，为什么黄伟哲这一局会参战因为徐巧芯有骂到他的台南。好，但你来看到是徐巧芯这几天狂打的是前瞻43亿的建设，也就是台南的沙仑科技园区。他说呢，停车场里头好多地方都在漏水甚至呢，他说你以为这个白白的是silicone是不是？不是，是抹布，竟然用抹布在墙角吸水，他觉得太夸张了。好，但是呢，经济部能源局马上跳出来讲了，说这个是局部的豪大雨嘛，那这个地方叫做半开放式的停车场，那难免就会有短时间的积水他觉得这个叫做严重误导，不应该用政治口水来攻击前瞻建设的成果。王定宇也参战王定宇说，要搞没你来，好，什么意思？这么爱监督台南，对台北失职，你这么喜欢台南，你就来台南选是不是？好，但是呢，徐巧芯他就讲了，我当然不是只有这个影片我一个一个丢。今天下午他最新的是什么？他拿出了一个影片，是真的就在地下室室内，可是地面也在渗水，所以他就是提出了一阶段一阶段的质疑，都是针对台南来的，特别是台南这个沙仑的科技园区，当年2016年是被赖清德列为什么
点亮沙轮，一大政绩呀！百里侯冲政绩是赖清德重要政绩，当年还包括什么？包括了李安，包括找来了魏德胜，还要盖一个沙轮的国际影城。结果呢，连一栋房子都没看到。在地的台南议员就讲了，你们不要来糊弄台南人。现在是不是牛皮吹破了呢？讲到赖清德啦，其实再过几天他就即将要到巴拉圭了。他也说啦，这次去巴拉圭要做什么？他要跟他谈绿电、电动车、纺织业，这些都有机会合作。但他也要问啊，如果真的要合作电动车的话，大部分啦，国际间比较有 sense 的应该都知道，比如说啦，特斯拉的这个马斯克，他就知道要去大陆找宁德时代嘛。那真的人家会想要跟台湾来合作吗？这个我们就打一个问号，也想要了解一下，到底赖清德你现在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政策规划呢？回过头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柯文哲说已经4天没有公开行程。他可能也在盘点不分区了，好，还有区域立委。事实上，因为我们依法规定，区域立委要提名10席才能够有不分区嘛，是，所以那柯文哲又不希望民进党立委过半，对不对？所以他就要提名的很巧啦，比如说对于国民党有可能胜选的地方，他就避开嘛。那对于那个民进党比较强的地方，那就提一个啊。那其实当选几率都不是很高啦，说实在啊，可是一定要提，规定要提10个至少啊，所以还有不分区啦。坦白讲，不分区他也该盘点了嘛，因为民众党今年不分区很可能有8席以上，那不分区一定会联动到选情啊，这个比区域重要啊。事实上上次那个2020那一次，国民党都吃到不分区的亏嘛。是对不对？就被猛打好将近2个礼拜啊，那所以我是觉得大概是忙这种事啦。那至于这个我们所谓的辣妹助选团说实在，这个我觉得如果民众党可以被批评，主要是他给人家标上的空姐这2个字啦。那如果没有标举，只是一个请来的一个歌舞团，那也没什么啊，因为辣妹助选团是从民进党开始的啊。实际上许信良当主席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辣妹助选团啦，那时候我记得党里面的很多干部都下去跳包括萧美琴那人家也不觉得这是问题啊。那我们也看到4大公投的时候，民进党造势的时候也有请辣妹歌舞团所以我觉得重点应该是空姐那2个字啦。就你干嘛去扯一个职业啦？那事实上他们也不是空姐所以我是觉得民众党只要在这个地方。做表达歉意就可以了啦。那至于什么物化女性，那个扯太远了啦。哪一个党没有？不然黄岳水，你告诉我哪一个党没有？没有这一类的造势活动啊。所以我是觉得为什么台南会屡屡成为重要的标的啦？因为很多事情都发生在台南包括贿选议长选举包括光电案包括88枪对不对？然后现在又有一个沙仑那个绿电的科学城其实区域立委不一定只能够管自己的区你不要搞错了因为只要你知名度，然后你的那个可以引起媒体的注意啦，那善于打弊案事实上你就是代表全国是立委本来就代表全国事实上徐小新也不是打过台南他。也打过那个新竹去年那个棒球场，对不对？所以照王定宇这种逻辑，那王定宇以后都不要谈台南以外的议题了，是这样吗？所以自己逻辑都不通嘛，对不对？我是觉得这样啦，就是说这个黄智贤突然来扯上徐巧芯这个真的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了比如说我也公开讲我说侯友宜柯文哲还有目前的郭台铭你们3个人最好都不要互相骂，对，因为你们都是非绿阵营，未来是要合作的，不要留下怨恨因为你留下怨恨，未来要合作一定会出问题嘛。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当年连战跟宋楚瑜就是这样嘛，李登辉后来打新票案打到。那宋楚瑜当然不可能跟你连战去谈合作嘛，那到了第2任2004才谈的，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
本来就是要有策略性的，要保留这个非绿政党之间合作的空间啦。所以徐巧芯把他主要的攻击都摆在民进党，那避开柯文哲，这有什么不对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是问题啊。这个本来就不是问题啊，这怎么会是问题呢？所以而且目前国民党能够有的能量，有一些就是因为他有区域立委嘛，有各式各样的民意代表嘛，所以他可能掌握到更多民进党执政的讯息啊。对，这个民众党不一定掌握得到啊。所以我就不知道他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不能够跟柯文哲、郭台铭保持一定的友好关系？为什么不行？因为你要让侯友宜的民调上升，你打民进党就足够了，不需要打柯文哲啊。而且打柯文哲反而会造成以后整合的困难啊。所以这个策略完全正确啊，这有什么好批评的？真的很奇怪啊。所以黄伟哲进来参一咖，这也可以理解了，因为台南会不断成为众矢之的了。所以我估计黄伟哲可能还要跳出来很多次了，不会只有徐巧芯呐，还会有很多人呐。所以黄伟哲市长可能会最近有点忙不断参战。但是回过头要请教董哥，你怎么样来看哈？因为现在有一个比较阴谋论讲法说，民众党提名的时候，像刚刚这个亮哥讲的，他其实有在琢磨，是不是真的他会提的比较准一点点？希望增加跟蓝营小街的互动，您的感觉？民进党现在提名了已经10个了。我讲一句大胆的，10个都不会当选。全国73个选区，民众党不会当选任何地方，包括新竹市我那都不分区的那柯文哲现在的他那时候参选的目标是不分区8席，不分区总共34席。那他是设定他把时代力量吃掉，然后国民党跟民进党各13席维持嘛，所以他其实想说这样我就有一个党团。那时候柯文哲雄心没那么大，那后来声浪高了以后，他觉得我应该有可以的去喊价的空间了。那但是凭良心讲，区域立委民众党没有实力，因为不是国民党就是民进党这是一个台湾的一个政治现实啊。那柯文哲现在把这提出来的话，当然是丢出了一个合作的，比如说最早的是蔡壁如，他选的是蔡其昌这个选区，国民党没有什么人嘛。那国民党觉得说好，那要选大概民间都觉得说就让给他嘛，所以他在提名这一波他除了一个区得罪人了，就是金门，他突然提名了尚文凯，结果没有跟陈玉珍打招呼，陈玉珍觉得很不爽了，有骂他了那柯文哲还顶嘴，柯文哲说难道我就不能提名吗？他忘了陈玉珍安排他去抬陈王爷的轿子那我觉得说这个都是一些纷扰啦。所以陈玉珍昨天已经跟侯友宜母鸡小鸡已经定妆照，已经拍好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些其实都是在选举里面周边的。那柯文哲现在的想法是怎么样？我老实讲，柯文哲现在想法只有一个啦，就是弃保国民党。就是我要把它弄很大。那如果再不得已，到投票之前发现弃保不了，国民党做我的副手，我也不会有意见。这就是3不1没有嘛。那时候国民党或者柯文哲就有和的机会。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想说，不要把和的这个机会把它打破，不能杀得太惨烈嘛。那现在其实在走这一方面。柯文哲以前嘴巴没有这么硬，然后也没有这么灵巧，会讲出一个3不1没有。就是。他不会排斥嘛，也不会主动嘛，但是也不要分赃，表示他是很青年勤政爱乡土的嘛，他是表示这样，然后也没有当副手的问题，所以柯文哲现在打得怎么样了？如果国民党要跟我和，我正他副，郭侯配，柯侯配了，柯侯配，那你可以看到，所以他现在的不止在走这个，那走这个时候，其实他找的这些选区本来就不好选了。以现在柯文哲已经被民进党打到比较接近蓝的这个边缘就更不好选。譬如想他今天提名这2个，这2个李友仪是本来在国民党没有，他无党籍，他在台北的大安跟文山这里选，他拿多少票呢？4800多票，这边要当选都要15000票左右，所以表示实力普通啦。他现在是第2发言人。那你说那个另外高雄
高雄曾永利拿多少票？拿14500多票，占他是选市长哦，占市长的百分比多少呢？1.11%，毫无影响力的。我老实讲，那柯文哲让他们来选我觉得他们自己的心知肚明不会当选，但是要帮柯文哲打这一仗，下一次选议员机会就大了，因为我曾经选过立委，我在地方上有去跟柯市长一起去打这个江山，虽然没有打成，可是知名度就打起来了。我觉得很多政治人物是用这种方式来凸显自己的。那柯文哲这次现在碰到这种情况的话，他自己应该很清楚郭台铭已经被他踢到一旁了，我不跟你和。那民进党也很知道郭台铭也不行了郭台铭现在不管自己参选或怎么样，就是第4，所以他们怕他不选，就每天说他声势很大。我都怀疑昨天自称2万人里面有1万人是民进党动员的，故意给你好看。所以郭台铭一讲话，人走了一半，就是这样。那其实郭台铭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声势已经不行了他现在他要去金门，柯文哲就不去，所以他现在已经没有其他的方式了。那下来本来很多人认为他会选，我看接下来他可能会考虑不选。就是我先把你国民党凌迟一下，玩一下，最后不要选这种局面。来，傅正我认为台湾的漏水事件呢，我应该要就事论事，不要转移焦点。是，那转移焦点说什么来台南选，大家来关心这个公共的这些事情，本来是每个人的责任嘛，国民嘛。你今天这个转移焦点把它模糊掉了，就好像把自己的责任给撇清了。我认为这不宜了。然后很多事情，执政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些事，不是找理由规避。现在执政要找理由规避，这不是找理由规避，是找正确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漏水？为什么这个厂商偷工减料？因为这个问题，他们直接把这个转移成这个把它模糊掉了。我认为这是完全不负责任。政治责任现在很多政治人是好大喜功自己做了哪些建设，盖了哪些桥，铺了哪些路，盖了哪些这个国民住宅，好像很厉害。其实你这些东西都不是老百姓的钱吗？然后问题是你有没有好彻彻底底去监工监督？是不是有那么多的文职管？是不是这些东西？他们只准报喜，不能报忧，这个什么？这是逃避责任嘛？那他们选民选他出来，当这些行政首长的机关是做什么？为人民做事情嘛，为社会大众来谋福利嘛，是这个样子。结果现在不是，官威很大，作威作福，享受那些权利，尽了责任没有？尽了义务没有？拿了人民老百姓的这纳税的钱、血汗钱，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做哪些贡献？我认为有很多政治人物，他们讲话都很有都巧门，都是好像打躲避球打太极拳一样，都在那边遮遮掩掩，然后躲掉。面对问题吗？为什么会这个样？要怎么解决？你先讲怎么解决，而不是把这个问题焦点转移，而此地无银300两，变成这个样子，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些选民对这些政治人物我们对他们是太纵容了，不能纵容，你纵容他们更腐败，绝对权力那绝对腐败嘛。我认为政府的腐败，我们选民有责任。为什么这个样子？我们认为我们对这些政治人物太宽容、太纵容，应该严格的要求他。这个为什么没做好？没做好负责任，做不好下台，就那么简单。我们的选民在这一方面，我认为要觉醒，对政府、对政治人物要严格来要求了，要严格来解释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仆人拿了我们多少人的纳税钱，他每一块钱都是我们的纳税钱他应该要这个样子。我们这个选民要觉醒，要觉悟。是好。